俄罗斯对北约发起军事行动，多国要求北约行动。朝鲜部队和乌军交战，1万朝鲜兵或成炮灰。泽连斯基怒斥盟国无反应。基辅士气低落，俄军于顿涅茨克发起大规模攻势。步枪该如何反无人机？突发以色列解雇国防部长。FA-18首次展示超重型配置。近日，立陶宛总统要求北约采取行动，因俄罗斯涉嫌策划一起破坏行动，意图通过向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运输伪装的燃烧装置进行袭击。此事标志着俄罗斯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破坏行动的最新一例。立陶宛总统顾问凯斯图迪斯·布德里斯在接受立陶宛新闻电台采访时确认，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与这次燃烧装置的运输事件有关。他表示，总统府确认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作用。我们向盟友表明，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这需要北约做出回应。据了解，这一计划发生在今年夏季，起源于立陶宛，并且在德国的官方表示下，一起飞机坠毁事件险些发生。此举被认为是俄罗斯故意将战争带到乌克兰的西方盟国领土上的一部分行为。根据波兰选择日报的报道，7月期间，这些带有爆炸性物品的包裹在英国、德国和波兰的快递仓库引发了火灾。德国当局指出，灾难险些发生当其中一个包裹被放置到飞机上之前，在德国的一个快递仓库起火了。西方安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通过 DHL 运输的2个燃烧装置是俄罗斯秘密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在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货运或者客运飞机上引发火灾，进一步升级俄罗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破坏行动。欧洲安全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将一些俄罗斯特工与一起通过走私燃烧装置企图登上德国货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是未来针对北美航班的攻击实验。根据报道，调查人员在7月初的设备火灾事件后展开调查，发现这些嫌疑人还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址寄送了没有可燃物品的包裹，显然是为了测试这些包裹能否顺利的抵达。波兰当局认为，4人因为与伪装爆炸物有关的事件而被控。包裹在英国的陆路和空运过程中自发点燃或者爆炸。波兰检察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该小组的活动主要涉及破坏和分散注意力，向欧洲联盟和英国寄送带有伪装爆炸物和危险材料的包裹，并且这些包裹在陆路和空运过程中会自燃或者爆炸。最终目的呢是测试这种包裹的运输渠道，以便将这些包裹送到美国和加拿大。西方官员称，火灾源于自一种含有美基物质的电动按摩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一事件被视为俄罗斯针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侵略的北约国家发起的一次挑衅性且极具危险性的破坏行动。尽管俄罗斯否认与这些破坏行为有关，但目前已经有多个指控向俄罗斯，怀疑其参与了今年对欧洲多个国家的仓库和铁路网络的攻击，特别是在挪威和德国。一些军事基地曾经遭遇可疑的破坏活动，而一些事件至今未解。在近期，俄罗斯被怀疑对欧洲的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发起破坏攻击，这一系列事件都加剧了北约成员国对混合战争威胁的警觉。尽管俄罗斯否认直接指使了这些行动，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破坏行为可能与俄罗斯的间接支持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破坏事件被报告，西方各国安全机构对俄罗斯破坏活动的警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美国，多个军事基地已进入提高警戒状态，而加拿大政府也对俄罗斯日益升级的网络攻击和破坏活动表示关切，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表达强烈不满。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破坏，尤其是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北约如何应对成为一大焦点。北约的应对措施将决定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俄罗斯的破坏活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11月5号接受韩国国家广播公司 KBS 采访时表示，乌军与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州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但他强调，整个朝鲜军队特遣队完全部署并投入战斗仍需要更多时间。
乌克兰特种部队的一位消息人士也向乌媒体透露，乌克兰和朝鲜军队之间的首次交火已经发生了，但强调这并不是乌克兰与朝鲜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接触。乌梅罗夫指出，乌克兰军队很难迅速确定朝鲜军队在初步交战中的伤亡情况，因为朝鲜士兵已经被混入的俄罗斯军队，并伪装成布里亚特共和国士兵。这明显表明，俄军正在试图将朝鲜的战斗力量整合进自己的部队结构中，而不是让朝鲜部队继续作为独立力量在俄罗斯指挥下作战。然而，朝鲜在俄罗斯指挥下的具体作战结构仍不清楚。乌梅罗夫预计，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完成训练后，更多的朝鲜士兵将在几周内部署到战场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月4号估计，目前库尔斯克州已经有约11000名朝鲜士兵，尽管其中大多数可能尚未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美国战争研究所继续评估，俄罗斯可能会利用朝鲜军队的人力，首先应对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进攻，作为回报。朝鲜军队希望在现代化和技术驱动的战争条件下获得宝贵的战斗和军事技术经验。此外，泽连斯基在10月31号接受韩国媒体 KBS 独家采访时，强烈批评了西方对俄罗斯部署朝鲜部队的反应，称其零反应将鼓励俄罗斯总统普京增加朝鲜部队的部署。泽连斯基表示，他相信莫斯科已经与平壤达成协议，派遣工兵部队及大量平民赴俄罗斯军工厂工作，并强调西方的微弱回应只会让普京决心扩大部署朝鲜部队。他还批评了联合国在此问题上的沉默，并表示乌克兰已经掌握了明确情报，确认俄罗斯通过情报渠道向西方证实了朝鲜军队的部署。关于朝鲜军队入俄的传闻，泽连斯基澄清，朝鲜军队目前尚未直接参与战斗，虽然他们正在为参与库尔斯克战斗做准备。同时，泽连斯基还否认了关于乌军与朝军首次交火导致朝鲜军队伤亡的报道。但他表示，双方冲突很快将成为现实，并预计可能在几天内发生，而不是几个月。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缓慢推进，乌克兰军队在火力和人力上处于劣势。泽连斯基对西方的支持程度感到越来越沮丧，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的关键时刻。在俄罗斯军队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乌克兰东部的战事愈加严峻。上周，俄军在顿涅斯克地区的攻势取得显著进展，夺取了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远超今年迄今为止的任何一周。与此同时，基辅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西方盟友的援助未能及时跟上，乌克兰军队的困境愈加显现。从8月6号以来，俄军在乌克兰的占领面积已增加超1/4，达到了1146平方公里。乌克兰防线的脆弱已被不断放大的俄罗斯推进暴露无遗，尤其是在战略重镇谢里多夫、波克罗夫斯克以及库拉霍沃等地的激烈争夺中，俄军的进攻步伐越发凌厉。这些城市的失守将意味着俄罗斯将进一步控制乌克兰的工业东部，而乌军呢，在这些地区的抵抗力量已经接近极限了。然而，除了前线的压力，基辅还面临着政治层面的重重挑战。美国大选临近，乌克兰的未来局势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2位接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的知情人士透露，如果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不利，基辅可能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协议，或者继续独自与俄罗斯作战。此消息令基辅的战斗士气更加低落。根据近期调查显示，超过2/3的乌民众认为是时候与俄罗斯进行和谈，比去年增加了14个百分点。这一情绪的上升反映出乌克兰民众和官员们对持续战斗的厌倦和对未来的深深焦虑。乌克兰总统一度公开表达对西方援助迟滞的失望，尽管美国承诺的610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中，实际到位的仅为10%，这一现实让乌军深感孤立无援。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斯克的南部继续施压，目标是直指库拉霍沃等关键后勤枢纽。这些地区的失守将严重削弱乌克兰东部的防线，使得俄军可以顺利展开对更广阔地区的控制。随着战线的推进，乌克兰不仅要应对兵力上的劣势，还要面临着指挥调度失误、防线空虚等严峻挑战。尽管俄罗斯的进攻损失惨重，但其凭借着数量优势和火炮密集优势，
俄军在不断的消耗战中逐步积累战术上的胜利。相比之下，乌克兰在补给和后勤方面的困境日益加剧，人员短缺和战力下降，使得他们在面对俄军的进攻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冬季临近，顿涅茨克战场可能成为今年以来最为关键的战场。如果乌克兰无法有效地遏制俄军的攻势，失去库拉霍沃及其他战略要地，将成为今年最大的失败之一。此时的乌克兰前路更加迷茫，生死未卜。美国一家名叫 Zoomac 的新创公司近期推出了一款搭载人工智能的小型火控系统，并结合一款独特的可自动偏移校正的枪托，极大提升了动态射击的精准度。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滨海战斗团也在23号对这一新系统进行了实弹射击测试。这款系统结合动力枪托，能够自动微调瞄准点，为击落无人机提供新的选择。在公开的演示画面中，Zoomac 的火控系统通过改装后的新型枪托以及安装在枪身护木滑轨上的瞄准侦测系统完成了任务。该公司介绍 ，FCS 的瞄准系统包括了一系列探测器，如光电相机、光学雷达以及机器视觉和先进的软件算法，能够精确捕捉目标。Zoomac 的火控系统的亮点之一呢，是其机动性强的铰接式枪托。该枪托利用感应器的数据，自动调整枪支的瞄准点，无论是上下还是左右，射手只需要粗略瞄准目标，射控系统便会自动预判并精准的校正，从而大幅提高射击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除了显著提升射击精度外，这项新技术还不会影响射手的射击姿势。开发商形容，击中182米外的小型无人机，犹如在直径18.2米的范围内射击一样容易。同时，系统设计兼容多种类型的枪支，如 AK-47、M16 等，便于快速安装和拆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3号的实弹射击测试中，展示了 Zoomac 的火控系统的功能。该测试由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战斗团负责，地点位于夏威夷的海军陆战队基地。海军陆战队指出 ，FCS 是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旨在提高瞄准精度和反无人机能力，为海军陆战队提供一种便携且能应对即时威胁的工具。在2024年9月，海军航空站 Point Mugu 的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搭载了美国海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机型 Wendy-1，搭载了前所未有的重型空对空装备。这次装备包括4枚 AIM-174B 导弹、3枚 AIM-120 AMRAAM 和2枚 AIM-9X 导弹，以及一个瞄准吊舱和安装在外部油箱上的 ASG-34A IRST 系统。这次搭载装备的测试并不是一次性的展示，事实上，9月初的测试只是这一系列测试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9月24号，Wendy-1再次搭载相同的空对空装备，参与了与 VX-9、F-35C 和第442 TES F-15E 一起的合影，并标志着灰旗2024演习的结束。这一系列测试不仅凸显了新导弹的空对空负载能力，也表明了该系统在多域战斗环境中的潜力。灰旗2024演习在9月17到23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Point Mugu 海军航空站举行，汇集了美国及盟国部队、学术界和行业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这一大规模联合测试活动。演习由太平洋海军测试联队和 VX-9主办，共有3000多名来自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陆军的人员参与，执行超过60项测试任务，通过了约600架次的飞行测试和超过26项地面测试。AIM-174B 是基于标准导弹6的改进版，最初设计为海军的远程防空和反导弹防御解决方案。SM-6能够与海军舰艇上的宙斯盾作战系统集成，具有极强的远程打击能力，能在大约200海里的距离内进行拦截，而 AIM-174B 则将这一能力扩展至空对空交战，成为美国海军新一代空导弹的关键组成部分。2024年7月 ，AIM-174B 首次出现在前线平台上，标志着其正式进入实战部署。VX-9的超级大黄蜂和 VFA-192金龙战斗机在多个测试中展示了该导弹的空对空负载能力，并进一步提高了超级大黄蜂的远程作战能力。尽管关于 AIM-174B 最大射程的细节尚未公开，
但可以推测其比 SM-6 水面发射版本的射程要更远，可能成为美国海军空对空能力的重要补充，填补了 AIM-54 凤凰导弹退役后留下的空白。AIM-174B 的部署使美国海军的 F/A-18 超级大黄蜂能够在比传统的 AIM-120、AMRAAM 更远的距离与目标交战，特别是在远程超视距空对空战斗中具有重要优势。与海军的 NIFC-CA 系统集成后， AIM-174B 能够进一步增强海军拦截空中目标的能力。射程呢，与 SM-6 对付海面目标时的射程相当，甚至更远。美国海军通过 AIM-174B 的服役，补上了 AIM-54 凤凰导弹退役后在远程空作战方面的空白。AIM-54 凤凰曾经是美国海军 F-14熊猫战斗机的标配武器，具有超过100海里的射程和多目标打击能力。虽然 AIM-174B 并非凤凰的直接替代品，但它弥补了长射程空对空能力的缺失，并增强了美海军在现代空对空作战中的竞争力。随着 AIM-174B 的加入，美国海军在空对空作战领域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为未来的多域战斗场景提供了更强的应对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1月5号晚间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并提名外交部长卡茨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同时，内塔尼亚胡邀请吉德翁·萨尔担任外交部长。内塔尼亚胡强调，作为以色列总理，他的最高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并确保取得彻底的胜利。他指出，在战争中，总理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然而，他与加兰特之间的信任在最近几个月已经破裂，双方在战争管理上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伴随着政府和内阁决定相矛盾的声明和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曾多次尝试弥合这些分歧，但他们越来越大，甚至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公之于众了。更糟糕的是，这些分歧被敌人所利用。因此，他决定终止加兰特的国防部长任期，并任命卡茨接任。内塔尼亚胡赞扬卡茨在政治和安全内阁中的多年经验，以及他在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情报部长等职位上对国家安全的贡献。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和吉德翁·萨尔进行了交谈，建议他及其他派系加入联盟，并担任外交部长。内塔尼亚胡认为，萨尔的加入将增加联盟和政府的稳定性，这对于以色列的安全和胜利至关重要。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感谢内塔尼亚胡对他的信任，并表示他将怀着使命感和对以色列国民以及公民安全的神圣恐惧接受这一职责。他承诺将共同努力推动安全系统战胜敌人，实现战争目标。加兰特在22点召开记者会，表示解职是由于在征兵法、被绑架者的归还以及国家调查委员会的建立等3个问题上的争议。他在声明中向阵亡者及其家人、伤者、被绑架者及其家人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表示敬意。国家安全部长对加兰特的解职表示祝贺，并认为总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次内阁的变动发生在伊朗可能发动攻击的前夕，引发了外界对以色列政府稳定性的担忧。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或者深挖的热点消息，也欢迎反馈给大兵。我们下期再见。